Hello，大家好，这里是任运自在。当谈到神秘与奇妙的信仰时，许多文化都拥有各种引人入胜的传统和故事。今天我们要说到四面佛，就是其中之一，以其神秘和充满神秘力量的独特形象而闻名。不仅在信仰层面引人入胜，更在文化与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四面佛有四面，分别代表着慈悲、喜舍，更对应着人的健康、事业、爱情与财运。因为形象也和佛像有类似，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四面佛就是佛教中的佛。虽然现今大家都以四面佛来称呼，但你们知道吗？其实应该要叫四面神才对，又或者可以称呼为大梵天。因为如果查阅婆罗门教或者佛教的典籍，会发现其实它不是佛，是神。在历史沿革中融合了印度婆罗门教及印度佛教，导致在佛教经典上会出现四面神。在佛教中，大梵天更是护法神，其中大梵天是创造天地之大神，掌管人间的一切事物，分别与其他两位毗湿奴代表着守护，以及湿婆神代表着毁灭，被称为印度教的三大主神，更是在泰国香火最旺的佛像之一。四面佛是有求必应的，泰国最灵验的莫过于曼谷市中心阿里湾酒店门前的四面佛建立。目前阿里湾酒店已经改成君悦酒店，而故事的开始是在1951年时，阿里湾酒店开始兴建，施工期间经常发生事故，多位在当地工作的工人都离奇的丧生。4年过去了，仍然未完工。酒店管理委员会多次开会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仍然束手无策。最后有人提出向阮树威参配少将求助，据说他有天眼通。关于神通力的天眼通，我在之前伟大瑜伽士影片中有提到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哦，连结我会放在上面跟片尾。那我们就继续说到，阮树威参配少将受托后前来视察，并得出了结论，问题在于酒店的名字阿里湾太过于霸气，动土开工时也未做法，事前征得地方神的同意和保护。阿里湾神像虽然是因陀罗，也就是第4天的坐骑，但它的地位却与后者相当。有鉴于今后该地将成为世界各国人等来往频繁之地，少将建议恭请比因陀罗神威力更高的神明大梵天坐镇。酒店方依照少将的指示举行了法事。而在1956年，酒店顺利完工，开业后随即铸造大梵天神像，安置在门前神坛上。之后，不幸的事件再也没有发生了。这次神殿也渐渐演变成今日香火鼎盛的四面佛神殿。就算之后阿里湾酒店更换成君悦酒店，四面佛神殿依然存在，而且香火也非常的旺盛。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拜四面佛如果许愿要记得还愿。据悉，泰国四面佛有一个非常被渲染的特性，即是有求必应，一应必赏，意味着信众向四面佛许愿，必须衡量自己未来有没有能力还愿，否则必遭报应反噬。因此，这也是信众们口耳相传所谓四面佛拥有反扑神力的原因。根据印度婆罗门史料《吠陀经》中记载，当宇宙混沌一片时，创造之神首先创造了水，使世界产生了一片无际的汪洋，然后再将植物的种子散播在水中，植物中先长出了一颗金蛋，创造之神投身其中，然后金蛋破裂，于是大梵天王因此诞生。大梵天王是诞生于一颗金蛋中，也被称呼为金胎。所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四面神的形象大多是金色的原因，而大梵天王在诞生时只有一颗脑袋跟一张脸。不过有一天，他取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制作出了一个女神娑罗氏法底。她另外有一个称号，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她又叫做智慧女神辩才天。她在日本更是属于七福神之一唯一的女性。那我们就继续说到，结果没多久，大梵天王自己却爱上了由自己创作的女神。这位女神生性害羞，为了躲避大梵天炙热的眼神，不断的四处逃窜。
而大梵天王为了注视自己心爱的女神，不断的长出新的面孔来注视着女神。等到大梵天王在头上长出第5张脸孔的时候，女神无处可躲，所以最终他们2个结婚了。不过你们可能会觉得好奇，现如今不是都是4个面孔，怎么会是5个呢？而关于这个传说有2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因为有一次大梵天王喝醉时，竟然对着湿婆神的老婆示爱，不过好巧不巧被湿婆神发现，于是湿婆神拿着弓箭射中了大梵天王头顶上的1张脸，这也就是现如今我们所看到的4张脸孔。关于第2个传说呢，是在有一天大梵天王冒犯了印度教的另外一位大主神鬼灭神湿婆，而事情的起因因为毗湿奴问大梵天王谁是创造宇宙的至高无上创造者，大梵天王回答说他就是创造宇宙的至高无上创造者，因为他是创造宇宙的至高无上者，所以毗湿奴也应该要崇拜他。而大梵天王的一番话令湿婆神非常大怒，因为湿婆神认为他才是创造宇宙的至高无上创造者。愤怒的湿婆神化身成为毗卢，意为恐怖的杀戮者。在盛怒之下，湿婆神用额头上的第3只眼睛烧向了大梵天王朝上方看的那一面，于是大梵天王只剩下了现在所常见的4张脸。虽然发生了大梵天王跟湿婆神不和的事情，但最终大梵天王跟湿婆神还是和好如初。相传释迦牟尼佛成道时，曾想佛法深奥，但众生颠倒执着，无法明白佛法，本来打算直接涅槃，不处世说法，故大梵天王和帝释天便前往供养，并请求佛陀住世为众生说法，才有了现在的佛法弘扬于世，自然佛教便将其归为护法神了。而后佛教兴起，在一些佛教典籍中记载，释迦牟尼佛为天神等天道众生演说佛法。其后大梵天王也发愿成为佛教护法神，因此在佛教典籍中，大梵天也常被称为大梵天王，在密教中被列为12天之一，守护上方。而在曼谷泰国国家博物馆内，有一块数千年历史的雕像，展示了悉达多太子、摩耶夫人在蓝毗尼园生产时，众神也在等待迎接，其中大梵天王正蹲着跪坐，等待悉达多太子的降生，所以人们常称泰国四面佛，实际应该称为四面梵，并不是佛教的佛，而是护法神。所以在礼拜时还是需要分清楚的。佛教神话中，他是色界初禅天的天主。又传，在释迦牟尼佛还在世的时候，大梵天王曾多次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佛理，连著名的禅宗传说拈花微笑都是从大梵天王送给释迦牟尼佛的一朵花开始。大梵天王的性情温柔，充满慈悲、仁爱、博爱及公正这4种正直的性格，佛教称之为婆罗门的4梵行，也就是佛教中的4无量心：慈、悲、喜、舍。所以愿降福及记住一切天神及众生。大梵天王有4个面孔和8只手，其4个面孔面向东南西北4个不同的方向，也代表着守护观望世间4个方向。其中8只耳朵是用来听取来自各方不同的求缘声。总体来说，四面神是一位眼观四方、耳听8面、闻声而度人求难的慈悲天王，而8只手各持不同的法器，同时这些法器与宝物也代表了不同的含义，分别是书本代表无上的智慧，可赐予正道与学业；念珠则代表轮回与修行；法杖代表驱除一切的魔障；宝瓶代表解渴，有求必应；海螺代表赐福、赐财、赐宝物；手印代表庇佑平安吉祥。而法轮代表着消灾和收服一切的邪魔外道，如意宝代表着万事如意、财源广进。四面神会用这些不同的法器来施舍福报、财运、健康及智慧给前来求助的信众们。印度种姓制度，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耳闻吧。虽然现今已经废除，但是印度人还是相信前世今生。它的由来是相传于大梵天王是创造之神，
从他口中出来的人是婆罗门姓，由手伸出来的名为刹帝利，由膝盖部出生的是吠舍，而至脚生的称为首陀罗。印度种姓及代表阶层几乎不相干，且亦不能通婚。给你们看一张照片，这是印度最著名的一座大梵天神庙，是位于印度北部。这寺庙是印度现存为数不多专门供奉大梵天王的寺庙之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今天就说到这里，希望你们会喜欢，也请你们动动手帮我点赞跟订阅，这样我们才能下期见哦。